大家好，我是杨澜，欢迎收看杨澜对话。这是我在抖音呢新开的一个节目。今天呢，我将采访一位智者，他在40岁的时候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今年他88岁，中国人所谓的米寿啊。以88岁的高龄，他依然勤奋地工作在科研的一线。一位研究高能物理的科学家，他自身的高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今天采访的是丁肇中院士。您好，丁院士。是。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啊。今天呢，我们主要的观众是抖音上的年轻的网友们。我不知道您对抖音和这些新的社交媒体是否熟悉？你是否用呢？一点都不熟悉。一点都不熟悉。我不知道抖音是什么。抖音是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新的平台，大家可以在上面发自己的视频，所以有很多短的视频。其实我很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呢，这个信息传播的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了。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人类做深入的、长久的思考的能力，是否会有一定的减弱呢？我先向你解释一下。我现在呢还没有退休。因为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没有退休制度。你要退休，你就不能主持一个大的实验。所以呢，我现在100%的时间都在实验室里。有的时候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有的时候在日内瓦的西欧核子中心有2个控制实验室，所以随时随地在和天上的实验有交往。所以您刚才说这些东西，我是很落后的。因为您无暇顾及，是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组里的人就常常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通常就是问别人。我们组里有很多人对这些特别有兴趣。我呢兴趣是非常有限的，就是我的实验。也许您的时间和精力希望更加专注到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到88岁啊，很多人都可以颐养天年了啊。如果您退休的话，据说收入比现在还可以多好几倍。是什么让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我听说您现在每天的工作时间还在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对，这是兴趣，这是有兴趣。我们做了个仪器，这个仪器呢放在空间站上。这仪器重7.5吨，是个大的磁铁。所以不同的宇宙线经过这个仪器之后，留下不同的记录。分析这些记录就知道宇宙线是怎么来的。宇宙是怎么样开始的。所有的东西以前都没有人做过。同时你到了天上，你就不知道仪器有没有误差。有误差的话，你也没办法去检修它。所以我绝大多数时间就是在了解仪器是不是运行正常。数据分析是不是正确的。合作的有4-5个国家，600多个科学家。现在比较少了，现在分析数据的大概100-200个科学家。可是每个国家的人有自己传统的想法。可是最后我们只能发表一篇文章。所以我很多的时间都在判断哪一个是比较正确的。我看见您刚才把自己随身的手机交给我们的编导的时候，还提醒他说，如果有电话来，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有可能是实验的这个数据传过来。这个实验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了，每天的数据都会是不一样的吗？还需要您这样实时的去观测和关注它？每天的数据有能量很高的就很少，所以你要很多的时间来收集它。以前没有人做过这种实验。最初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分析一部分宇宙线，后来发现可以分析更多的各种不同的宇宙线。所以范围越来越广。美国的宇航局呢正在和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高能所一起合作，
增加一层灵敏度，嗯再过3年吧，嗯就派宇航员到天上去，再加一块新的东西。所以还在不断增添这个仪器的新的功能。对对对。但是我知道到2030年它就应该回归地球了，对不对？您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时间也一直延到了2030年？2030年回归地球是现在的计划。2010年的时候，空间站回归地球是2024年，后来改成2026年，改成2028年，现在说是2030年。很难说的，因为空间站上是很多国家一起合作，等于长109米，宽80米，等于一个足球场这么大。重420吨。经常有6个宇航员在天上。你把这个取消以后呢，第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的宇航员有美国的宇航员，这些人到哪去？根据我的了解，可能要控制到人能安全到月亮长久住的时候，才可以把空间站取消掉。目前2030年回收这个 AMS 的这个计划，是否也是您对自己的工作时间的某一种计划呢？没有，这是美国政府的计划。您一直打算工作到它回收吗？工作的哪年不是我决定的，就是说有能力的时候，假设我有能力的时候，想一直工作下去。一直工作下去。假设有一天，别人说的话，我记不住了。别人说的事情我不了解了，我就应该让给别人。现在比方说每天下午5点钟讨论空间站上事情，主持的会呢是我，空间站上的实验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记住，哪个人哪天说过什么话，为什么今天说的不一样。所以您的这个脑力还是非常的强健的。就是专注一件事情，所以您说的那些新的东西，我是很落后的人。如果我们抖音的网友问您哈，说花了这么多钱，那么多科学家一起，有这么长的时间啊，还要丁院士88岁的高龄天天盯着，这项计划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它到底要证明或者发现什么呢？人都是好奇的。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有好奇心。100多年以前，我们都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平的。经过这100多年的科学研究，我们才知道地球不是平的，是一个球。同时，地球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个非常偶然的现象。你不做实验，不做科学研究，你永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你能不能用我们大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一下这个阿尔法磁谱仪究竟是要去发现什么？宇宙开始是大爆炸，爆炸之前应该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有正的物质，就有反的物质。比方说有电子，就有正电子，要不然不会从大爆炸来。现在宇宙已经有140亿年了，反物质组成的宇宙在什么地方？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所有银河系统它有个轨道，有个轨道就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平衡。可以算出来到底向心力总共体积有多大，总共的质量比我们观察的质量大10倍左右。换句话说，90%的宇宙是看不见的。因为看不见，你叫它暗物质。这个问题是暗物质是怎么来的？所以暗物质和反物质还不是一回事。是两回事吗？是两回事。第三个就是宇宙线有2种，一种是不带电的，一种是带电的。带电的占多数，有一个所有元素叫周期表。周期表是元素，大多数几乎所有都是从宇宙线来的。
宇宙线来源是什么，特性是什么，能量的分布是什么，这些以前都没有做过，都不了解。这就是您希望通过这个实验去发现的一些关于就是宇宙的了解真相，去了解，对去了解它。对。所以基础科学的这个研究，它就是去发现这个宇宙的真理和规律。它不同于应用科学，说马上要把它变成一个可以使用的，对我们人类有所谓有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包括基础科学发展的时候也有应用的发展。比方说在西欧核子中心有一个周长27公里的大加速器。互联网就是在那西欧核子中心发现。做加速器的时候发现。所以人们不能用简单的功利主义去判定一项基础研究的它的价值，这个我都非常的理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就像您说的，我们从牛顿啊到爱因斯坦，然后到这个霍金，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不断的变得更加的丰富。其实作为一位物理学家来说，终其一生能够做到的也只是中间很小的一个部分。你怎么看待自己和这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看待。我常常给我太太说，我做过很多的实验，包括我拿诺贝尔奖的实验，发现 J 粒子的这个实验。可是我想再过100年以后，假使有人能记得我的话，可能是这个空间上的实验，因为那确实非常困难。大家就知道中国人发现的指南针，换一颗磁铁，一头一定向南，一头一定向北。对，你要把一个大的磁铁放到天上，那航天飞机马上就失去控制了。这就是没有人能把磁铁放到天上的原因。后来被我们和中科院电工所的人一起想了个办法，很简单的办法。什么办法能透露一下吗？就是设计一个磁铁，在设计的时候不要在外面有磁，不要让外面有磁，所有的磁都在里面。你这样的话，它就不转了。您看到自己在科学史当中就每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其实他所做的就是中间的一小步，但是这个是人类去探索这个宇宙的存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对，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对。对宇宙的研究多了，您会不会有的时候产生一种宗教感？因为我记得这个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说你是否相信上帝？他说我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这个宇宙运行的规律。然后我也采访过杨振宁先生，他说科学研究到最后就会产生一种宗教感，因为觉得科学是有限的，那么这个有限的之外是什么？产生了新的疑问。我不知道您有这样的类似的想法吗？我是做实验物理的。实验物理人和做理论物理人不一样。理论的人你可以写有一个假设，写一个理论，对和不对你就不管了。可是实验的人不能有任何错误。所以实验可以推翻理论，理论是不可能推翻实验。所以在实验上，至少对我来说，我没有想这些问题。没有想，你就想到用实验可以证明什么？能够证明的是您最关注的。对。那这也让我们想到，其实中国人呢，过去也讲到一个人要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这个格物致知，您也曾经在这个方面有过一些中西方文化或者这个哲学的一些比较就您作为实验物理的一位科学家来说，格物致知对您意味着什么？就是说，了解自然现象，你必须做实验。光有理论，就像明朝的王阳明一样，坐在树底下
天天想这个。他盯着竹子隔了7天，把自己给隔病了，是吧？对，开发了他的心血哈。对所以王阳明后来就是这个著书立说吧，就是来做了这个心血，他觉得是这个致良知哈，心里能够感应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啊。对于您来说呢？做实验千万不能有偏见。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从此实验，从此物理的进展，不是从投票来解决的。大多数人反对你，并不代表你是错的。因为科学的进展是要突破所有人的观念，打破所有人的观念。所以我有很多的实验，常常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很多人说这是没有用的。还有人说太困难了，做不出来了。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做过错的实验。要做到这一点有多难？能跟我们讲一讲吗？就是一个人，他从事物理的这个研究已经60余年了，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错误的实验，有底气说出这样的话，有多难？我只能这么说。我一直认为我能力是有限的，所以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专注力。专注力。所以这个格物致知就是不为上，不为权威，对，不为所谓大多数的意见，对，而只是认定实验和科学能够告诉你的能够被检验的真理，就是科学的精神呢。对。您在做自己的研究的时候，也特别看重一个科学家的想象力。包括您在决定吸收哪些科学家进入您的研究团队啊，像这个王一方院士，您也说我选中他，我是觉得他有想象力。那么一个如此精益求精、严谨和稳重的实验物理学家，想象力又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呢？对一个实验物理学家来说，最主要的是找研究的题目。世界上各种现象，各种自然现象有很多，哪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想象力就是提出问题的能力。对。或者说，如果提不出好的问题，就没有一个好的研究或者是好的实验了。对，一定要能够提出问题。对。在您的科研的生涯当中，应该是有5个最重要的实验哈。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把5个都说一遍，但是这其中您觉得最有创意的，或者说最重要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举2个例子？就是你的这个5个实验可能都是从5个问题来的，对不对？我做过很多的实验，绝大多数虽然是正确的，虽然对物理有贡献，可是随着时间，我就觉得这些贡献越来越小。为什么那么讲呢？是因为被大家接受成为常识了？那是好事啊。现在这个实验，以前没有人做过。所有的发现的现象都是新的。所有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在天上这个实验，和现在的理论是不符合的。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没有办法解释。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宇宙线里面有氢，有氦，有氧，这些它的能量的分辨率是一样的。这是想象不到的。就我的理解，您现在做的这个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实验，其实它要回答的问题是：宇宙中是否存在着反物质的世界？暗物质，还有和宇宙线，它的怎么来的？它的来源是什么？对。还有，如果我们追溯到您38岁的时候做的那个著名的实验，就发现了新的夸克J 粒子哈。当时您提出的问题又是什么呢？现在的人都说是找夸克，其实不是这样。最开始是测量电子的半径。您发现电子的半径是没有半径没有半径，永远找不到，就发现光忽然会变成有质量的粒子，
它的质量呢，都和质子差不多，有3种不同的粒子。我就很奇怪了，为什么只有3种？所有的质量都和质子质量一样，差不多。所以我就准备做一个实验，找第4种。实验呢非常困难，要把整个加速器里的所有的粒子拿出来，从靶上来找新的东西。很多人反对，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都拒绝这个实验，说没有一点意义没有。把加速器里所有的加速的粒子拿出来，不可能的事情，非常非常危险。那什么让您坚持己见呢？这是错误的，他们。你始终对自己抱有这个信心。最后，美国的布鲁克曼国家实验室同意了，结果我们就发现第4种粒子，这个粒子比原来3种重3倍。这就是 J 粒子。J 粒子发现以后，很多的 J 粒子类似的加速就被发现了。它的最大的特性，这个加速的寿命比别的原子核粒子寿命长1万倍。哇！这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的老家在山东，山东日照哈。山东人活到100岁就差不多了。你像忽然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人活100万岁，这些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是，但是对于一个粒子来说，那也就是多长的，即使是长了，还是非常非常对的，对的，这是怎么样的时间来？比一般所知道的粒子，长1万倍。这是主要的原因。有了这个以后，人开始相信夸克理论。因为我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有2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我就跟他们解释我做什么，他就摇头，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后来就说这是我们早就推测出来的。事后诸葛亮啊，咱们中国人说这就是事后诸葛亮啊。当然我也知道那一次的实验您也是很慎重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很有突破性和颠覆性的一个实验的结果，所以您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决定对外发布的呢？就是我到斯坦福大学去开会，他们说他们有同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就觉得一起发表。这也是您的一个工作的作风吧，就是要严谨哈。通常我们的数据分析，就是2组或者3组或者4组，同样的数据来分析。你到误差很小的时候，就跟医生看病一样，你找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医生，分析不是绝对一样的。您40岁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诺贝尔奖得主当中绝对是算年轻的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40岁已经功成名就了啊，这一辈子躺在这个功劳簿上也是可以过得很不错了。在这之后，激励着你不断的在科学上还一直往前探索，而且到今天还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那个动力究竟是什么？好奇，还是好奇？就是好奇。而且同时呢，我没有别的兴趣。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太太非常支持我。她怎么表现对您的支持呢？她是心理学博士。结婚以后呢，就觉得最重要的是家庭，和小孩，所以她就放弃自己的事业，管我们组里的整个组里的行政工作。所以他跟您是在一起工作的。一起工作。这样倒是解决了这个家和工作分开的问题。他记性很好，见政府的官员，通常我就请他，还有另外一个人，3个人一起去，主要是我和主任谈话，我太太叫苏珊，她坐在那儿听，
可是他能记住谁说的什么。哦，另外一个人管计算机。你们结婚已经39年了哈？1985结婚。您当初是怎么追到他的？我问了一点个人化的问题，因为有一些这个年轻的网友会说，哎呀，好像研究科学的人是不是都是宅男呢？这宅男怎么表达爱情的？宅男是什么意思？宅男就是躲在家里不出门，不太喜欢社交，有一点社交恐惧症的人。您那个时候有社交恐惧症吗？我很少与外界来往，我最主要是没有时间。对，同时跟我工作的人。您怎么认识自己的太太的？怎么表白的？1974年，我们接例子发表以后，我们希望找人帮我们做行政工作。夏天，在波士顿报上登了一个广告。那时候他刚拿硕士学位，在报上看到我们一个工作，他就来了。来了，准备做3个月。这根本对我们这是一点兴趣没有。他是学心理学的，是吧？可是来了以后不到1个月，很快，所有的行政工作，他马上就掌握住了。后来我们就请他留下来。那你还没有回答我的实质的问题，你如何向他表白的呢？很难说了。有一次我请他出去吃饭，到一个波士顿一个鱼饭店，第一次请他出去吃饭，吃完饭以后，我才发现我根本没有带钱。你根本没有带钱，所以很尴尬，对不对？所以还是向他借了10块美金。这是不是给了你一个理由，可以再把钱还给他？于是又有一个理由可以再请他出来一次。这是我最初在一起的原因。他有没有从一个心理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评估一下您的心理状态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比如说，您是一个特别稳定的人，非常不情绪化的人。那你在问他，不能问我。我知道，但是夫妻之间也会有相互的观察和评论的。他一般会怎么说您？他怎么样来形容您的性格？他担心的就是我身体。他认为花很多的时间在实验室里。最担心的就是我们通常，因为有一段时间在 MIT， 有一段时间在西欧核子中心在日内瓦。所以每2个礼拜我们飞过大西洋一次。随着年纪，慢慢时差的影响越来越大。他比较担心这个。但是您呢？您比较不服老，对不对？我没有什么观念，就是说只有实验室的事情，因为很多的事情你不能在电脑上决定，你一定要见到这个人，和他讨论以后，你才了解他真正说什么，后面是说过什么，以前说过什么，为什么说这个。所以我估计您太太是担心您在工作上太投入了，太追求极致了，会给自己带来很大压力。对。但是毕竟88岁了哈，您有没有的时候也会感慨一下说啊，毕竟老了？没有感觉，毕竟老了，可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像比年轻的时候时间还快哈。我还记得很清楚，20几岁的时候事情，30几岁、40几岁、50几岁，好像转眼一下就过去了。但是现在自己的思考能力，包括记忆力，您觉得有减退吗？还没有发现。哇。发现我已经说过了，假使分析能力、记忆能力，就是物理上的，有减退的话，我就不应该做这个实验了，不应该领导这个实验了。但是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其实和我们的心理有关，就是心理的状态往往能够影响到我们生理的状态。你比如说我去采访这个苏州的绣娘啊，就是做刺绣的女工啊，她因为一直刺绣，非常的专注哈。到她60岁的时候，她居然眼睛都不会花的。因为她每天都在做这么精细的事情。但是她如果把针停下来说我不做了，她的眼睛马上就花了。
所以是不是某一种程度上，我想一个像您这样的物理学家，因为一直在这样的高强度的脑力的工作和科学的研究，所以您的这种思辨的能力它就没有减弱。我猜想，你说的是很对的。苏长常常问我，说你不能退休，你退休了以后你做什么事情？你想一想看，一辈子都在做物理，不会做其他事情，什么事情也不会做，家务也不会做，也不会做饭，没有很近的朋友，除了物理以外，别的事情我知道是很少的。您觉得这会是人生的一种遗憾吗？我不遗憾。有一种说法是我们来这个世间走一遭，就是为了体验尽可能多的事情。而您就是专注这一件事情。我开始学物理的时候，我母亲是个心理学的教授。你看，这个还是有家族的，也有一些关系哈。我母亲就跟我说，物理不是每个人可以学的，除非有特别天分的人才能学物理。换句话说，就是我没有这个天分。那也不见得，也许是一种对你的肯定啊。我就跟他说，每一个人在世界上只走一次，我应该照我的兴趣去做。他就没再说话了。可惜他很早去世，没发现自己的错误。他没有看到您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天啊。但是他对您的影响很大，对不对？我家里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最大的是我的外祖母，祖母，和我母亲，再就是苏珊4位女性，4位女性。这4位女性对您最大的影响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家里很多小孩，就是我父亲有4个妹妹，反正有人跟我争吵，我祖母一定站在前面来保护我。但是因为重男轻女，是不是？但是总之是非常疼爱你啊，非常疼爱。外祖母呢？外祖母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呢，在金浦路上工作，就觉得中国太腐败了。那是1910年左右，就把全家的家产都卖掉，找了几百个人，准备推翻清政府，在山东的诸城，就被清政府从济南派兵来包围起来，他就到一个教堂里去，那教堂呢，主持人呢跟他以前是朋友，现在看到清兵来了就把他出卖了，所以他就被砍头了。所以您的外祖父是因为这个，等于是当时是参加革命了，就是说推翻清政府，然后被砍头了，就被砍头了。现在那个地方还有他一个碑。然后所以外祖母呢？外祖母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了，家产都卖了。外祖母就觉得我一个人有个女儿，一定受人欺负，就离开海洋县。基督教的教会里去，他以前就信基督教，快30岁了才开始念书，念书，后来在小学里教书，这样才把我母亲带出来，所以他一直跟着我们，所以是一个非常坚韧的妇人啊。我小时候在重庆的时候，天天有日本人轰炸来访问吧，所以晚上呢，我就坐在院子里，跟我外祖母在一起，他就给我讲星球是怎么回事，讲星球，讲神是什么回事儿，更坚强的意志，还有好奇心。那母亲呢？母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您现在最难忘的她的音容笑貌是什么？我那个时候，因为天天有日本人来轰炸，没有机会念书，同时我对念书特别没有兴趣，特别贪玩是吧？就出去了，就上课，别人上课我就走了。可是我母亲从来没有责备过我。
他是学心理学的，他觉得小孩应该自己发展，应该尊重孩子的天性，对，所以他没有拿你和邻居家的孩子比，对吧？没有，同时他很注意小孩的健康，说我们小时候虽然穿着不怎么好，可是都有一定的营养，健康干净啊，有对营养，所以您对于人生的价值是怎么样看待的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哲学的角度，还是可能每个人自己经验的角度，人们会说，人生本来并没有意义，意义是我们选择和赋予它的。对于您来说，您觉得您的人生要完成的某种使命或者目标是什么？你赋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只能说，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一下就88年了，我猜想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可能是3岁2岁，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我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能把我现在做的实验上的基本问题解决掉，其他对我是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这件事情有价值？把所有的生命都投入进去了，为什么值得这么做？我不知道，已经做了。但你依然在做，一定是有个理由，不仅仅是因为是一种惯性，对不对？还是好奇。好奇。您觉得您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呢？我对人工智能并不了解，我想人工智能不会想出四度空间，不会想出相对论。我猜想人工智能和物理的基础发展，可能不是一回事情。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人工智能是基于人类已有的知识，它可以进行一些推导。但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具有跨越式的创造式的思维方式，似乎现在人工智能还没有证明可以。我就不知道人工智能，但是未来是不是可以，我们也不能够下定论。就像我们曾经认为人工智能不会有自己的意志，不会有情感，但是现在似乎我们都有点忐忑不安了啊，觉得也许不能够完全下这样的一个定论。我想，你像牛顿、爱因斯坦这些人的贡献，并不是人工智能能想象出来的。我跟您说说我跟人工智能的一个对话吧。好，我找那个 ChatGPT 啊，我说，请你来介绍一下，丁肇中先生。他出来了一个好几百字很长的一个介绍。后来我又问他了，我说用一句话来给我介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丁肇中研究的是高能物理学，探索宇宙最基本的组成和运作原理。简单来说，就像研究宇宙的建筑材料。你觉得他的这个总结怎么样？对的哈。可是他不能推测我将来会找到什么，这个实验的结果是怎么样？对，所以很有意思。我觉得对于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可能都会有新的一些发现。刚才我们讲到了您的一些重要的工作哈，那接下来我也想就年轻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来问问您。对，对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教育来鼓励年轻人能够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不知道在您的研究团队当中有比较受中国式的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也有其他不同的一些教育方式。您会发现中国的学生有哪些普遍的优势，或者说有一些短板吗？我只能说，跟我研究一起工作的人，通常跟我工作很久，有很多国家的人，每一个国家有特别好的科学家，有中等的科学家，也有中等以下的科学家，很偶然的时候，你有一个很特别的，比方说刚才说的王以芳院士，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他不是要准备做一个大的加速器。这个想法，我听别人告诉我，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是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增加人类知识的事情。像这种人是很难找到的，并不是说可以从教育里、考试里可以找出来。我再讲一讲我个人。我1956年从台湾到密歇根大学去。因为时差就常常就睡着了。我最初是念的是机械工程。我导师就跟我说，你念机械工程不合适。因为我不会画图。那时候没有计算机。从上面看，从前面看，从左边看，从右面看。要会画那些图。我更不会画图。他就跟我说，你呀最好转到物理系。同时呢，你最好也转到数学系。他是看出您比较有这种抽象思维能力，是不是？然后他又说了一句，他说，你那个本科生呢，你就不要念了。你去念研究院的课。去读硕士。我第1年的时候，20岁。因为通常在美国18岁进大学，我是年上最高的。第2年我到研究院去念课，就是年纪最轻的学生了。学校对我是很优待的。拿博士学位你有很多的考试。学校物理系决定你不要考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我有很多学生。偶然有一个特别好的。我也会让他2年或3年就毕业。不要5、6年。也就是说，一套规范的制度，在遇到那些不同的材质的学生的时候，应该要有一定的弹性，去适合他们的这种成长。对。近些年呢，在中国的这个科研和学术界，也常常出现一些丑闻和一些事件呢。比如说学术造假的行为。比如说最近也有这个一些学生联名呢，揭露了自己的老师是在实验当中作假等等的。这样的这种现象，您是怎么来看待的？什么样的人是不可以做导师的？我不知道，哈佛大学的校长，不是因为他的论文，整篇和别人发表的文章是一样的，不是？你知道这件事？我知道这个事情，对。所以他很难说的。不过做研究自然科学、研究高能物理，你没有办法，拿别人的东西，因为你做的是唯一的东西。所以不可能有别人的东西你来抄他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它的这个科研要想能够健康的发展，对于这一类的造假的这样的一类这个现象，就是应该非常鲜明的去反对和这个揭露的。不诚实，是很不好的事情，尤其是做自然科学研究。对的就是对的，对的你做出来的实验，过几年别人在别的国家做实验，应该得到同样的结果。不对的就是你的实验别人不能重复。这就很简单的就可以查出来。即使像您这样就是在这个实验方面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的，但是就现在 AMS 这个项目在发射的时候，您也还是非常紧张的，是吧？非常紧张。那个时候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有30万个信号通道，不同的仪器，很多的仪器都从来没有在天上用过。所以我就担心起飞的时候震荡很大的。到了天上升空，在地面没有办法测量，没有重力升空的情况。所以虽然在地面上测量了很多次，并不能绝对代表你到了天上
不出事情。所以你没办法控制的事情。我还记得临起飞以前，我特别到发射台上去看了一下，我这已经晚上12点了。我和我太太一起去，因为火箭在加燃料的时候，我们不能上去。然后我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呢，没有多久我就看见后面有个红灯，警察追来了。警察追来了，为什么呢？这肯定不允许你们进去。不是，那警察呢就说你超速。超速了啊。我太太就说明天她要发射她的实验，她很紧张。警察呢就说我同情你，把驾驶执照拿出来我看看。我根本没有带驾驶执照。看起来你也不带钱，也不带驾驶执照。那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大概被罚了几百块美金。所以这是那天留下最深的印象，是这件事情。对。就起飞前的晚上。所以这种心理的负担还是很大的哈。对。那个时候您太太会用一些什么方法帮助您放松吗？没有，她比较正经，比我正经多了。所以她在旁边陪着，也是让您的心情能够平复下来啊。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您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您曾经是对中国历史也是非常有兴趣的哈。对。是什么让您没有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小时候所谓对历史有兴趣，就是对某门科学有兴趣，就是花最少的时间得最高的分数。您在历史上花最少的时间能够得最高的分数。你要是花很多时间都考0分的话，你不可能有兴趣。您当时对中国历史的哪部分最有兴趣呢？就是说小时候看过一遍以后，我都能记着。过目不忘。小时候是这样。那后来选择了物理而没有选择中国历史是？最初是选择的是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对。有人跟我说学机械工程比较容易找到事情，我就学了机械工程。后来我导师说是选择错误的，应该是说物理和数学。但是您觉得最初对中国历史的兴趣，有没有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您科学的研究是有所帮助的呢？我只能这么说，我跟那个王一芳院士也谈过。中国人对自然科学的贡献在历史上是很有贡献的。可是中国人的科学慢慢落在后面，是最近的事情，几个世纪的事情。一个世纪的事情。所以应该想办法，因为占世界1/4、1/5的人口，应该在科学上领先，走到别人的前面。那同样是有一个问题呢，这些年也经常被我们的网友们提到，就是所谓钱学森之问呢。钱学森之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特别是我们的科学界，不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师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您的回答是什么呢？我想随着中国社会和教育的进步，一定会和人类的数目成正比。但是要鼓励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做出更大的这个成果，或者是取得更大的成就，您觉得应该鼓励大家做什么呢？我想学术自由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挑什么样的题目，比如高的物理上，或者说化学上或者生物上，做什么样的研究，这个很难，每个人的观察是不一样的。鼓励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同时，自然科学是实验的科学，你再好的理论和实验不一样，就是错误的，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实验可以推翻理论，理论是不可能推翻实验。所以一个是要有学术的自由的环境，一个是要尊重实验科学的精神。对。您的这个诺贝尔奖的发言当中，有哪样一段您是觉得对今天的中国的年轻人会
有共鸣的？对我来说，我选择中文发言，主要的就是说我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告诉懂中文的小孩们。您说您不想给他们建议是吧？您不想给他们建议，因为您的孩子也不听您的建议，是吧？是。但是您依然希望有一些您的所思所想能够影响到他们嘛，他们也能够产生共鸣。那是什么？我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小时候常常和我父亲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老要给你建议，他认为古圣先贤，尊师重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就跟他说，人是向前走的，古圣先贤当然是很重要，不一定是绝对重要的，绝对重要是向前走，也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不绝对，我常常和我父亲有争论。那时候父亲看到你这样叛逆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也鼓励吗？他没有办法反应，因为我两个祖母都保护着我。对，他碰不到你啊。您是一位什么样的父亲和祖父呢？您有多少个孙辈了？一个外孙，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外孙女啊。外孙女是耶鲁大学法学系的博士。哇。外孙现在在北京的燕京学院，念中国历史。那对于他们来说，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外公呢？3个小孩，都让他们自己发展。就是您的子女，您都是让他们自己发展。他们没有一个人学物理的。没有。您也没有要求他们要。没有。因为物理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除非你特别有兴趣，你认为这是你一辈子里最重要的事情。您陪伴他们的时间多吗？他们小时候。不多。不过这3个人都在我实验室里。在实验室里对电子仪器啊这些名词都了解，怎么回事情都了解。我就年轻网友的2个问题再问一下您吧。一个您曾经说过，得诺贝尔奖的做学生的时候似乎都不是班上的第1名啊。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会背书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选一门课题，选一个题目，自己发展。所以还是那句话，要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和热爱。对。现在网友们常常说是靠爱发电哈。您的人生的挚爱是什么呢？物理啊。物理。实验物理。实验物理还有实验仪器，因为说做实验物理的人一定要了解仪器是怎么回事情。像您现在在研究宇宙的暗物质、反物质，那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研究这个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什么实际的功用呢？要花那么多钱啊，是不是不值得？X 光发现的时候，电子发现的时候，是1900年左右，1920几的时候有量子力学，有原子物理。19世纪的时候有原子核物理，有能源，这些事情当时发现的时候，看起来都是没有用的，只是好奇的。可是到现在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但是你没有量子力学的话，你不可能有现在所说的通信或者是人工智能这些。所以从一个发现到一个应用，可能有一段时间。可等应用的时候，就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从理论上讲，的确如此啊。但是，就一个国家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可以投入到科研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即使是在基础科学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课题。
这时候如何去选择那些更重要或者是未来更有价值的选题呢？我只能这么说，这个问题每一个国家都讨论这个问题，基础研究所用的经费相对来说是很少的，但是你冷静的从一段距离来看，所用的钱是很少的，生物的发展、高能物理的发展、天文的发展，化学的发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将来也会继续这样。你硬说我挑这门，这个比那个重要。有人说不应该做大的加速器，因为这会影响半导体物理，影响别的科学，这是不对的。虽然看起来数目很大，可是以后的影响是不可能用钱买的。同时所用的经费就不会影响别的科学。不能笼而统之的去概括，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还有一个个人的问题，您在这样的一个年龄还可以保持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和这样的经历，有没有一些生活起居方面的一些秘诀呀，或者是一些规律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每天走路1小时。每天走路1小时。走路机上走路1小时。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武侠小说，也不看网络，不看网络，很少和别人有来往。除了我实验室的人，或者政府的人。因为这实验规模很大，所以你必须和各个政府的人有来往。人家支持你是因为他相信你。怎么相信你？你必须和每个人解释你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会支持我。所以我是不是能说您的生活非常的单纯？应该说非常简单，非常简单。所以您的心情其实就是一直是会比较平稳的，不会大起大落的，受到外界的影响。不受外界影响，受实验的影响。受实验的影响。大起大落常常有，就是实验室的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我认为做错了的。所以你觉得人生只是为了工作，会不会有所缺憾呢？有没有遗憾呢？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还没有遗憾，因为这是我决定的，没有别人强迫我。这是您选择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更何况夫人还理解和陪同。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也说过要做科学研究，不能够盲从专家，也不能够盲从所谓大多数人的这个意见哈。那但是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是否有过自我怀疑呢？就因为别人都说你不对，你不行，难道心里就没有受到一点点的影响吗？也许自己也有点怀疑。比方说，我开始做 AMS 实验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60岁，我提出做这个实验，美国的能源部的一向非常支持我的人，就说从来没有人能把磁铁放在天上，第一，第二，这是非常困难的，你一点经验都没有，第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支持你，有很多人已经表示反对，这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我就说这很容易解决，你找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科学院的院士，拿过诺贝尔奖的人，做一个评审委员会，那评审值不值得做？这不是很简单的吗？我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评审委员会的人是一流的科学家，因为一流的科学家他可以看得远一点。不是一流科学家，第一个问题想到是把钱都给你了，我怎么办？先想到利益分配的问题了啊。所以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很多有名科学家的
专门委员会来讨论，讨论以后就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政府就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您在人生中有黑暗时刻吗？觉得看不到希望，然后各方面都很不顺利。我小时候，得过好几次病危通知书。哦，您小时候身体不好？那时候在重庆，那时候还没有盘尼西林啊，抗生素，抗生素，得过白喉，得过伤寒，得过霍乱，得过肺炎。哇！我还记得有一次住在传染病医院里，我母亲在我旁边，忽然我发现我母亲脸色不对，有一个护士在我床边挂了个红带子，挂了个红条。就说是病危的意思吗？哇，妈妈吓坏了啊！他也没有告诉，他没有表态。后来我出了院以后，我说：“你怎么脸色变了？”他说：“那是病危通知。”还有一次做肺炎呢，肺已经停止呼吸了，就是从这里呼吸。那个大夫就说，给我母亲说，还是给他吃点安眠药，让他慢慢的过去，平安的过去。哇，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我母亲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不可以的。所以这是比较黑暗的时候。但是也说明您的生命力还是非常顽强的。到成年人以后就没有这种很低落、很沮丧、很有挫折感的时候吗？不能说没有，就是说天天都有。就是天天都有不顺利的事情，就实验室里面。就像你天天到现在还在手机上实时关注着天上的数据一样。数据经常怀疑自己的能力。您还经常怀疑自己的能力？就是说是不是绝对正确的？用什么办法检查它？我觉得今天在我跟您的采访当中，我听到的重复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不知道”。可是并不是说我弱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往往是最有知识的人呢。我觉得，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谢谢。也祝您此行愉快，然后一切都顺利健康。谢谢。